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雅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个全新的企划，而且这一次的企划，连我自己真的都超级期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 InZOE 里面的每一栋房子、每一间老宅，其实都有可能藏着一段还没说完的故事呢？而这一次，我将带大家走进一间在巷弄里，外表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普通，甚至还有一点老旧的房子。我们不只要帮它翻新外观、重新规划之外呢，还有3位非常帅、超级会改造房子的型男设计师，他们即将要分工合作，一起装修。过程可能会吵架，可能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沟通，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将最好的成果展现出来。而居家改造网的宗旨不仅仅只是翻修外表而已，也请记得好好保存每一位屋主对这间房子里面最珍贵的回忆。欢迎收看本期的 InZOE 居家改造网之型男来你家特别企划。首先一开始我们就要来掌声欢迎这一次改造网的男主角光头哥。哇，他真的什么都会，会运动啊。哦，这个可以直接把我举起来吗？家具我来摆，你乖乖躺好。还会弹吉他，甚至还会室内设计。你好，我是室内设计师光头哥。如果问他有什么不会的，那可能就是唱歌了吧。别唱了，我的耳朵都要流产了。光头哥开的设计公司呢，里面还有其他2位帅哥搭档，没错，就是让每位少女都心动的叛逆型男小贾。哪里坏掉不用担心，他绝对帮你修到好。要哥哥我帮你修好破碎的心吗？人生名言就是强能补，你的心碎我来补。以及高人系帅哥维托，他喜欢园艺，也非常喜欢室外设计。虽然他话不多，但总是会帮你在阳光下为你种上一片最美的风景。光能照的地方，我都想为你种点什么。你好啊，我要改造房子。哦，你不是隔壁棚跑来的小崔吗？我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可以帮我打通全部的卧室，这样一来呢，我就可以跟另外2位女室友3个人睡在一起啦。这个需求好像怪怪的。哦，你是传说中那位鲍勃吗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没错，请你帮我打造房子吧。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家在公园，我每天都睡在公园里。不是，这个是来乱的吗？哈哈，我也来啦。你不是说你是月光族，每月只领5万5，住在小套房吗？哈哈，白痴哦，当然不是我要改造的，我是要委托你帮我的好闺蜜家改造的。好闺蜜？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学姐。你们不知道学姐家超需要改造的吗？之前有听她说，好像她是跟她妈妈还有弟弟一起住。哈哈哈，她妈妈早就死掉了，你现在才知道哦。小贾傻眼，他应该想要跟小丑女说，你讲话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？你不会改成说是她妈妈离开或者是人不在哦。小丑女说死就死啊，这不是事实吗？好，你们先不要吵这个了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知道学姐跟她妈妈还有她弟弟以前3个人都是一起住在这间老房子里面吗？对，因为学姐的妈妈呢年纪很大，那她长期都是卧病在床，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呢，自然就落在学姐身上了。学姐一个人要赚钱养家，还要照顾妈妈还有弟弟，所以家里很多事情她其实都默默一个人扛着。因为她总是给人家一种很坚强很独立的感觉，不管是东西坏啦她也会自己修，或者是弟弟的学费她还是想办法自己筹钱。那晚上姐弟2个人也是轮流一起去照顾妈妈的。而学姐呢，平常最喜欢待的地方，我想应该就是后院的这个角落了吧。这里摆满了她的话剧画作，虽然有一点乱，但是这个角落是他跟他妈妈曾经最放松的地方。平常他会推着妈妈出来晒晒太阳啊，坐在这张沙发上陪她。我想那段日子或许是他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了吧。
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要继续画画，好吗？画你想要的生活，画你想要的家，这样我哪天才能偷偷回来看你呀？谁说你会不在了？你要健健康康陪我画一辈子啊！那我们就约好喽。还有啊，你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，什么都放在心里太累了，以后想要说的就画出来吧，妈妈会懂的。虽然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了，但学姐的画架还在，沙发也还在，而这栋房子也就这样默默地陪着他们走过了好多年。现在学姐跟弟弟就住在这里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总共有2层楼，1楼是他们姐弟2个人主要起居生活的地方，那2楼就是她学姐姑姑的家。不过学姐姑姑她平常比较常在外面工作，所以很少回来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改造的空间就是在1楼了。这里进来了，你会看到家里的摆设还算是比较老旧型的，那东西也蛮多，很多的杂物。他妈妈的房间部分呢，也是之前临时改的，原本是客厅，后来它是跟餐厅隔在一起，做一个小隔间，那比较方便他妈妈有独立的空间去照顾。但是呢，你会看到旁边还是堆满很多的箱子，有没有？就是学姐来不及收。重点是这里怎么会有一张照片？这是鲍勃吗？鲍勃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然后墙上也有挂着他妈妈，这个应该是遗照吧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好好收好。在厨房的部分也是看到这边还有很多学姐，应该是他弟弟以前小时候的一些玩具什么，可是因为也没有地方放，所以就堆在角落，也长了好多的灰尘。那他们家浴室我觉得也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老旧型的装潢，就是这种颜色比较复古等等的，设备也都非常的老旧。那学姐的房间基本上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就连个床头柜都没有，但是这个被单看起来也是应该是很久很久，可能他小时候就盖到现在了吧。这个墙上还有这应该就是延续上一集古老的大钟这个梗吧。哇，那这个应该就是传家之宝，我们要好好的保存好。那看得出来妈妈走了之后呢，学姐跟弟弟在这一间房子基本上也没有去动到太多格局的部分，很多东西都还保留着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打算来为他们的房子重新再打开新的一扇窗。那我们就先来打个招呼吧。光头哥腼腆的说：嗨，打扰了，我们是来看看状况的。学姐说：不好意思，家里有一点乱。别担心，你只负责美就好，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吧。谢谢你们，再麻烦了。这次的改造呢，其实我有3个烦恼真的卡好久了。学姐家的房子有3个烦恼，没错，第一个烦恼绝对就是房子真的是太老旧的问题了。不过虽然说老旧归老旧，我只能说这个房子也太脏了吧。学姐你是不喜欢打扫，还是你没有时间打扫啊？来，大家先动起来吼，赶快先帮学姐干活了。就在一伙人努力打扫的时候，我先帮大家再说明一下，学姐家除了有这个第一个烦恼之外，第二个烦恼就是一个真的非常头痛的大问题，就是他们家会漏水。对，他们家竟然会漏水，因为上一次台风天啊，把整个天花板都掀开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他弟的房间吧，这个抬头，他整个天花板都不见，真的超扯的。然后因为学姐她也很独立，所以她现在就是用石板跟水泥就稍微挡着这样子。可是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，就只要大雨一来，这漏水问题真的超级严重。那除了这2个烦恼之外呢，学姐还有第3个烦恼，相信大家一定都看得出来了。目前他们家的这个空间呢，真的非常拥挤，杂物真的超级多了，还有很多学姐的画作啊，有没有？妈妈病房旁边堆满了这些纸箱。我们就准备要来打造了哦，你们3个准备好了吗？不啰嗦，赶快开会去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解决房屋空间的分配问题了。光头哥说：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原本的病房打通，让厨房、客厅、餐厅串成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这样一进去这个房子就觉得更宽敞，然后他们的生活空间会更足够了。小贾说：至于天花板的漏水问题，这个就交给我吧。话说，你们知道Inzoe如果缺天花板的话，该怎么补救吗？怎么救？
各位玩家们，当你盖房的时候少了天花板，等一下，我用我的口气好不好？我觉得用小贾好烦啊。反正呢，就是如果你们发现在玩的时候天花板不见消失的话，真的有时候会这样，然后那个电灯就没办法装上去，就不用担心，你们可以改用这个房间的选取工具，然后你再点一下房间这里。在角落的部分，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箭头，它有写说可以增加天花板，有没有？超级轻松，这样就可以有天花板。那如果你要改天花板颜色也非常简单，你就只要抬头点一下天花板，我们就可以编辑颜色了。另外，如果你缺墙壁的话，同样道理，就是你点箭头一样可以建墙壁，缺地板的去点地板，有没有？分分秒秒轻松搞定。所以呢，同理可证，我们要实际运用在学姐家的天花板问题，我们就来到2楼，先把这个有没有石板跟水泥删掉。那我们回到1楼呢，用房间选取工具点黄色箭头，就可以轻松建回天花板了。最后呢，最大的重点，我相信就是房子的外观该怎么去翻修呢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红砖式的老屋。维托，你有想法吗？维托说：“我觉得可以用木头来做一点添加，这样一来呢，整间房子看起来就更有温度，也更符合学姐的风格了。”光头哥说：“好，学姐的风格，你怎么知道她喜欢哪一种风格？”其实我跟她是大学同学。什么？你们早就认识啊？当时我们还一起修过设计课。修设计课，你们是修到心坎里了是不是？光头哥，你讲话真的是完全嫉妒藏不住哎。好啦，其实跟大家偷偷爆料一下呢，维托除了跟学姐以前是大学同学之外呢，其实在改造的前一天，他也有私下先来学姐家里哦。维托说：“这里是你最喜欢的角落吧？那时候你常说，只有画画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安静下来。所以这个后院，我希望可以保留下来。我记得你妈妈曾说过，只有真正懂你的人，才看懂那些话。我想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把那样子的你都放在心里了。你还记得哦？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啊。当然记得啊，因为你一直都是那种可以把阳光画在等一下，可以把阳光留在画里的人。”天哪，维托好会讲话哦！什么把阳光留在画里？这应该是小说里男主角才会讲的那种很诗情画意的对话吧？好啦，先不吃瓜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才是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来改造学姐家了。那目前这个内装的格局呢，光头哥说他不想要变太多，应该他打算会把不必要的有没有这些隔间层板都拿掉，去增加整体空间的宽敞度。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收东西。天哪，这个老家有没有？这大概是堆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吧？真的超级多的。我们把这边箱子全部都收好。它餐厅这边也好多杂物哦，有没有？什么盆栽、垃圾桶？而且我觉得这个玩具，他弟的玩具应该用不到了吧？我们直接卖掉好了。好啦，差不多了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翻修一下围篱，先整个打掉。维托说呢，学姐适合一点木头质感的，我们可以选看看这一款。白的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再看一下。这边是正面，我们可以增加一点设计感，有没有？像这样，然后换个颜色，这边我们就可以改全木头的搭配了。窗户我选这个大面玻璃窗，我最爱的大面玻璃窗，有没有带一点工业风格？侧面的楼梯，侧面楼梯也要改颜色，一样是木头配黑色。我觉得他姑姑可能回来走这楼梯下想说，我家怎么了？他姑姑应该想说是走错家了吗？那这个门口我想说做一个玻璃植栽的景观墙好了。对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，这是上次我在 Cedrus 的频道学到的，就是你知道游戏现在没办法放大所有小物品嘛，可是有个小秘诀，就是你可以按一下编辑外观这边。那通常这个功能就是让我们去替换成其他 3D 打印家具啊，所以你就先随便选一个你可能之前有生成过的家具，假设这个花好了，然后点一下，它不是就会自动会变成这个花吗？但这个时候注意，我们就用键盘按一下 Ctrl+Z 去回复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
的拉杆来调整大小了，真的是超级神奇的。好感谢 Cedros 的分享哦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妙招，大家赶快学起来。编辑外观随便选一个家具，再按 Ctrl 加 Z 复原，你就可以调整大小了。那虽然调大小这个功能呢，官方有说预计可能会在今年10月会更新给我们，不过现阶段呢，大家这个小撇步都可以先顶着用哈。再来就是学姐最爱的后院了。这里呢，委托教我们如何建造花棚架，我们就先用最低的矮墙围一个圈，然后增加一点外轮廓的厚度，再降低高度，打掉地板，然后一样用半墙来搭造木梁，这边高度我们就可以调比旁边更低一点，那其他木梁同样的盖法。接着删除多余的部分，然后再配黑色加咖啡色。好了，我觉得外观差不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改装。有没有？它走的就是这种比较偏现代工业风格，可是我后来有加一点植栽去点缀它。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最好笑的就是咕咕家被我整个涂黑，因为我想说大面玻璃窗看进去很明显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全部涂黑。然后我还把学姐的画先放在他们家，重点是呢，我还不管他们家会不会穿墙，我就是为了外面漂漂亮亮的，我就直接让植物穿进他们家。好啦，再来是内装的部分了。我们先决定颜色好了。你们觉得学姐适合什么颜色啊？这个问题我真的想很久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学姐是给人家那种很神秘的感觉，所以我本来想要用黑色。可是光头哥在开会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觉得学姐很性感，我想她很适合酒红色。”好，光头哥说学姐很性感，适合酒红色，那我们就用酒红配黑色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一种很优雅气质，然后有那种独特美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就先整体空间调一个喜欢的暗红色，这个好了。然后地板就配咖啡带一点灰色调的木纹。弟弟这一间的话，我先随便挑一个，这种午夜蓝吗？这个是午夜蓝吗？再配咖啡的木头地板。厕所光头哥还没想到配色不然就先用木头色一下好了。好啦，每个房间都决定好颜色呢，我们就先来设计玄关了。玄关一进来呢，先做一个红配黑，有没有？这个呢，让大家一进家门就直接知道，我们家走的是什么主题色。那我们来放个假鞋柜好了。这边我想要摆一个漂亮的植栽上次张宇有推荐我一个很厉害的作者，叫做 Hannah Emery 的家具，他的家具真的超美，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用 Brand 转过来的吧，这每一个都很精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有一些是装饰的，有一些是功能性，就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个作者去 Canvas 上下载，我自己就是那种载很多的。这个花好看有没有感觉如果放在玄关可以加一点画龙点睛的效果？客厅的话，我想要做一个电视墙，中间拉低，然后左右先涂黑色，内侧可以调一个木头质感，这样就可以去延续外面的设计了。那整面电视墙呢，同样是跟外观一样呢，是搭配红砖墙去做一个内外一体的呼应。哇，好像很不错可是我觉得这个天花板应该要黑色才对，这样看起来就只有电视框那一圈是木纹的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放个电视。再来沙发呢，选个简约式的，然后我们改成一样酒红色的皮革感，然后来一点光头哥说很性感的酒红色的玫瑰花，这边也可以放一下比较复古又有点高贵的这种边桌。中间咖啡桌的话，我想要选这一款，就可以呼应刚刚沙发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特别，感觉就是像学姐这种艺术家应该会很喜欢。然后挂灯。厨房的话呢，我们就先来做壁柜的部分。橱柜可以选这种黑色大理石质感，冰箱一样改黑的。墙壁我觉得可以改这种比较立体线条的造型。当然还有灯真的非常的重要，这样学姐呢就算下厨也可以美美的
弟弟房间的空间真的有点小欸，我没试过有一个方法，我看一下哦。先摆3个层板，这边壁纸我不要，我要只有改这里就好。然后我把它涂奶茶色，然后我用厨房的这种嵌入式的家具这个去摆，再放个书桌在这里，来一扇窗，有没有？这样很不错欸。我再帮他买一台电脑。哇塞，弟弟有新电脑了，这看起来好像旧款的 iMac 哦。再帮他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三星 OLED 吗？哇，这样弟弟就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打游戏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然后再放2幅画，左边是 blue 蓝，右边是很有艺术的画，2撇，不知道是什么。重点是你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吗？其实是 ChatGPT 哦，好强哦。再来是厕所，厕所也好小一间哦，我先来隔一下。不会吧，家具消失哦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重摆。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呢，记得以后大家要先把隔间结构都做好再来摆家具，不然真的是，这让我想到我上一次不是有一间那个梦幻什么乡村屋绿色那一间吗？你知道我那一栋房子呢，我真的是，你们看起来很梦幻对不对？其实它真的很血汗。我当时在盖的时候就是那个家具消失的问题，而且它每次消失是消失什么你知道吗？它是消失楼梯，它是整个楼梯消失。你知道在营售里面楼梯不见是一件你真的会很俩工，因为你几乎要整个重弄。我真的是不夸张，我重新盖了7次，自己默默上传到 Canvas 也没有去开盖房影片，因为我真的当时已经没办法讲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我觉得营造里盖房真的很好玩，可是它就是会遇到很多那种什么家具消失的问题啊，什么刚刚什么椅子桌子扣不上的问题。但重点就是我每次都说我下次不要再盖了，然后我下次又觉得好想要盖房哎呦好好笑。不过我还是相信呢，营造里应该可以越更新越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对它有信心，毕竟它盖出来的房子还是蛮漂亮的。好啦，聊着聊着我们就差不多要来开箱了。房子终于改造完了，哇塞，真的是辛苦这3位帅哥，他们真的是分工合作，把这间房子从内到外整个翻新一遍了。光头哥他现在看起来有非常自信的样子，你们绝对会喜欢我这次的设计的。然后呢，小贾这一次土木的结构设计也是真的是多亏他的帮忙，甚至还有我们的帅哥维托，没错，维托是负责整个房子的外观，这一次真的都是他的 idea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后巨大的差异。房子外观整体还是保留过去那一面熟悉的红砖墙，可在设计上呢也加入了大量的木质元素还有绿化，整体风格走的是工业老宅的翻修风，可是也融合一种家的温馨感。那整个起居的空间设计，哇，有没有？它这个风格感觉就是那种有点现代复古的混搭风，因为是老宅翻新的关系嘛，所以我就想要保有这种味道。重点是呢，光头哥还帮学姐挑的这个沙发怎么样？有没有很舒服？他旁边还有他未来的是未来的岳母大人嘛，在看着你哦，嘿嘿。然后光头哥还摆了红酒，有没有？这样晚上就可以一起叙叙旧了。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家的墙上呢，很多画都是有猫，因为光头哥知道学姐一直都很想养一只猫，虽然现在营造也还没有办法养猫，但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学姐实现。学姐一直都很想要养，就是魔女宅急便那一只黑猫 Kiki 了，好不好？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学姐成真。再来是厨房的部分，光头哥想对学姐说，没关系，你不用下厨，这边交给我就好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弟弟的房间。重点是呢，我最喜欢这间房间的阳光了。哇塞，这大概就是早上8点半洒进来的阳光叫你起床啊！不行，8点半也太晚了，可能7点就会洒进来了吧。不过在现实里面，你大概就觉得哇，好亮哦，我这个萤幕都看不到。好啦，我们装个窗帘好了。我看一下这个放下来会怎样。啊有欸，这个刚刚好欸。接下来是浴室的部分，我想说这间浴室就延续跟弟弟房间同样的色系。重点是很好笑的是，这个厕所有一个很奇怪的异次元空间，就是你没办法这样去洗澡。完了，对，他会说被门挡住，结果撑得很白痴，就如果你们要洗澡要记得走进来就可以洗澡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银咒仪会就是这么的小人，还是这么的聪明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一定要把它走到门口才有办法洗澡。那既然来到这里呢，就是光头哥在洗澡啊，那我们就顺便让大家来看一下光头哥洗澡的样子啊。不是啦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不是洗澡，好不好？重点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异次元空间。如果你们会想要这一间房子吗？我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上传到公房？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再跟我讲，我再传到公房。因为老实说，这间房子是因为我这次剧情设计的，然后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大家是不是这么喜欢。但如果你们真的有想要这间房子的话，就除了这个异次元空间之外，其他的路线我都已经有通过测试了，是可以正常游玩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，我可以上传到公房。再来最后就是进入我们重头戏的部分，学姐的房间了，有没有？光看这个门就跟旁边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它的房间就是跟客厅一样，采用的是酒红色配黑色，那整体就会偏向高贵气质的感觉。在床头这边同样摆了学姐最喜欢的 Kiki， 然后还有一张沙发，就可以在这里听听音乐啊，弹弹吉他、看书等等的。重点是这个落地窗，这个阳光洒进来也太美了吧！那最后呢，光头哥要带大家去看他跟他妈妈最喜欢的后院。来，我们就从这边进出来。对啊，门在右边，拍谁？没有很熟，这里可以稍微烤肉。然后墙壁我有放学姐的2张壁画，对，然后这2张壁画是学姐她自己设计的。这个后院就是学姐可以画画的地方啊，也有一些收藏她很多以前的画作，还有她妈妈最喜欢的椅子。光头哥还特别去找了一块简单，可是也可以保存着满满回忆的布料去装饰它。这样一来呢，学姐之后画画累了，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弹吉他。但是呢，光头哥觉得这个后院他还想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他打算在这一个对学姐来说最重要也是最爱的后院呢，去好好的布置一番。光头哥用 3D 列印机打印了非常多的爱心，大的小的，还摆满了满地的气球灯，粉红色的告白气球，没错，光头哥准备要来告白了。我们就准备学姐回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她一个大惊喜了。好紧张，我都替光头哥紧张了。小贾这个时候说：“哇哦，这个布置我喜欢，好浪漫哦！光头哥，你也可以帮我的房间床头也布置一下吗？”光头哥说：“我并不想哦。可是你可以先陪我一起练习。”哦，练习什么？练习告白，来吧。请跟我交往，你愿意吗？烧花了，烧花了！哦，我愿意。真香。这个时候学姐回家了，她目睹了这一幕。你怎么会进来了？哇，这下尴尬了，学姐她哭了，你看她脸超伤心的，这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吧？怎么又是兄弟呀，兄弟呀！学姐可能想说，你们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学姐你跑走了。维托，你都看到了吗？这个时候看在一切的维托可能淡淡的走了进来，看了光头哥一眼，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个角落他不需要惊喜，他最需要的应该是可以让他安静的地方吧。”是我只想让他开心啊。但有些感情不一定要说出来才存在。维托的那句话让3个人都沉默下来。光头哥原本以为只要够努力就可以走进他的世界，但或许学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安静放下过去的角落。于是光头哥收起了那些还来不及说出来的话，悄悄地离开了这里。晚上学姐回到了家，看着最熟悉的家翻新了，家具也换了，一切都应该这样的美好，但心里却好像缺了什么。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她像以前一样站在画布前，画笔停了又动，动了又停。那是一个背影，有点像妈妈，
也有点像他自己。学姐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静静的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情都一笔一笔的藏在画里。忽然下起了一阵雨，学姐冲回屋里，弟弟说：姐，你要吃芒果吗？等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当学姐走回房间，发现这里好像摆着一封信，还有一幅画，这是光头哥要给学姐的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的走向了那封信。信上说：我知道你习惯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，习惯不麻烦别人，习惯自己撑伞，不让别人靠近。但如果可以，从今天起，我想成为那个可以走在你身边的人。我知道我没办法像他那样一眼就看出你想要什么，也没办法跟你聊以前上课的事，记得你画过的第几张画。可是你说你家老了，我就想帮你修好它。你说你喜欢画画，我就想为你留一盏灯。我不知道这样够不够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回头看我，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等你。我不急着听到你的答案，就算你什么都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还是会喜欢你，一直都是。对了，墙上这一张图是我第一次画的，线有点歪，头也有点大，但你一笑，我好像就觉得没这么糟糕了。哇塞，天才了吧！光头哥第一次画画就画得这么好，而且大家看学姐的眼眶好像红了。他心里可能想说，如果这一次再错过了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说出口。不管，冲了！姐，你没带伞。没关系。你怎么会？我就在想，看你会不会还在。傻瓜，不要淋湿了。而维托站在对街的另一角，看着那对背影，他没有选择告白，因为他把这份温柔留在他的背后。我想，故事也许还没结束，有人撑着伞离开，也有人选择留下来，而这个家也终于又重新再亮起了灯。原来家的模样不只是窗帘换新，地板变得更漂亮，而是有一个人愿意等你，陪你一起下班回家。生活吵吵闹闹，但总有一个属于两个人都可以放心做自己的地方。我想这才是家最美的模样吧。那今天的InZOE居家改造王就算挑战成功啦，也希望大家会很喜欢这系列的故事。在此也非常的感谢这一次演出的主角光头哥学姐、委托小贾还有小丑女，都是 Canvas 上创作者大大们的优秀作品，以及喵屋经纪公司旗下艺人崔维斯的友情客串，当然还有被我硬拉进来当灵演的扫地公鲍勃啊，希望他下一次就可以见证光头哥跟学姐的婚礼了。真的会这么顺利的在一起吗？我也不晓得。而委托真的就选择离开，找到下一段恋情了吗？小丑女跟小贾故事也还没说完，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话呢，欢迎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另外，如果你们也想实际支持我创作的话呢，非常诚挚的邀请你可以在游戏的选单中点击游戏玩法，拉到最下面输入我的创作者代码SusuDuck，这样一来呢，你就可以获得游戏里的奖励 T 恤，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让我可以继续做出更多更温暖的作品给你们。也再次感谢看影片最后的你。在开前呢，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已经订阅的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喽，拜拜。 조금 더 가까이 다가와 싶은데 이대로 내 곁에 머물러